Hello， 大家好，我是老 K 啊。现在画面中这台是极空间的 J2 Pro， 也是被目前各大博主称为最适合小白入手的 NAS 之一。本期视频我们就不说复杂的，从一个小白的角度来聊一下这款 NAS 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首先还是简单聊一下配置啊。J2 Pro 延续了 Q2 的外观，作为一个双盘位的 NAS， 整体尺寸非常小巧，我一般用的是竖放，基本上不会占用过多的空间。在硬盘的安装方式上，提供了一个 M2 插槽，2个机械盘位。安装机械盘需要把底下的4颗螺丝拆下后，分离上下盖才可以安装。底下这里还有一个散热用的小风扇，在进行文件传输的时候，硬盘的温度也能控制在40度以下。这次上机的硬盘是海康的 ST4000 VS015， 是我从硬盘盒里面退役出来的。M2 插槽是一根金百达的 K230 Pro， 选它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款机器最高只能支持到 PCIe 3.0， 价格的话非常便宜，449就能入手到 2T 的容量，可以用来放置一些频繁读取的文件，最高读速可以去到3500 MB 每秒，对付这款 NAS 可以说是绰绰有余了。在机械盘部分，还是推荐大家尽量上双盘位，使用极空间的 JDR 备份，数据会更安全一些。如果不了解什么叫 JDR 备份，也可以看我的简介，有详细的介绍。J2 Pro 在接口上，相对于 Q2C 多了一个 HDMI 输出接口，网口也升级到了 2.5G。我也尝试了下载一些 H265 或者母带级的影片，内置这块 RK3568 处理器完全可以应付，这就有点东西了，当做一个机顶盒是完全足够的。既然说到这里，顺带聊一下极空间的极隐式功能。说白了就是一个可以自动整理硬盘内的全部电影，以后自动识别出海报的 APP。比如说我下载了不同的动漫或者电影存放在 NAS 中，只要稍微刷新一下，极隐式就可以自动把 NAS 内的全部影片整理出来，并且匹配好对应的海报，直接呈现出精美的海报墙，甚至还可以看到有罗列非常详细的演员名单，包括集数和简介。我也尝试下载了一些比较冷门的番剧动漫，除了一些在国内没办法过审或者因为版权问题的动漫没有识别成功之外，可以做到90%左右的成功率。可以在上班的时候摸鱼，挑好自己想看的电影，把磁力链接直接丢到迅雷或者下载器中，就可以事先把电影下载到 NAS 里面，等到下班之后就可以随意挑选了，也是我近期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功能。其次，在我入手这块 NAS 之前，非常担心的一点就是文件能不能随取随用。我平时使用机械硬盘的方式是把它放在硬盘盒里面，通过 USB 来连接电脑统一调用。说来惭愧，速度只有20 MB 每秒左右，这个速度是完全没有办法满足我剪视频的需求的。所以开始的时候，我对这款 NAS 的挂载硬盘这个功能其实并没有抱太多希望，毕竟同样是机械盘，并且走的还是网络。结果挂载完之后，发现调用的速度其实还可以，在我目前的网络环境下可以跑到100 MB 左右，这可比我原先的硬盘盒快了5倍啊！本期视频也是我把拍摄好的素材打包存放进 NAS 之后再统一调用剪辑的。但是又要说但是了，这个功能在下面的注意事项中有标注，如果在进行大文件传输的时候，还是推荐用 SMB 协议挂载或者直接拖动到客户端里上传。如果一次性传输较大的文件，还是有可能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的。聊回 NAS 的本次工作，我入手它的本意就是让它成为我的一块专属百度云盘，让我免受和谐之苦。所以我最该重视的就是这台 NAS 能不能满足我在外面随时调用数据的需求。在入手这款 NAS 之前，我也看了很多大佬的视频，做了一定的功课。大佬的教程里面都说如果想在外网访问的话，需要共网 IP 或者做内网穿透，反正就蛮复杂的。这一点对于一个小白来说肯定是非常不友好了。但极空间肯定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点，内置了一个自研的系统。复杂的原理这里就不说了，实际的外网下载速度还是受限于家里的宽带上传速度，在办公室或者户外都可以通过极空间的 APP 来轻松调取家里 NAS 的文件。最后再来看一下极相册，通过这段时间的使用，它给我的感觉就是暴力，非常暴力的后台驻留能力。只要打开了自动备份功能之后，你拍的每一张照片都会在短时间内立马同步到 NAS 上。通过自带的 AI 功能，可以把照片通过人物、场景和地点分类，这一点和百度云的相册比较像，第一眼看过去的识别率还是蛮不错的。但是把这张图片识别成自拍，我是真的没想到啊！
即时备份的好处就是照片的安全性有很大保证了，相对的缺点就是我的手机连到 WiFi 就会马上开始自动备份，手机会莫名其妙的发热卡顿，所以这里建议极空间可以给自动备份增加一个时间段的选项，可以让它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再上传一天拍摄的照片，我觉得这样会相对的合理一些。总结一下，作为一款偏入门的 NAS，J2 Pro 给我的感觉就是省心。作为一个 NAS 小白啊，它对我来说是没有任何上手难度的，感觉官方恨不得把每一个操作和步骤都带上标注，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跟着系统点下一步就 OK 了，并且内置的 Docker 也可以满足一些进阶用户的需求，在拓展性上也做得相对不错。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在后续我也会对这款机器做一个更为深度的体验测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波，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